火气好香。吴家二姐涮肉，车厘子无限量吃。大家好，我是程飞，瑞哥来了啊！他今天约我一起吃一个铜锅涮肉。到天津出差找飞哥蹭顿饭。那咱们看看这家店怎么样吧。不接受不开心，不接受注水肉，不接受预制菜。甜品区，你甜品开局啊？我就开始每个都我每。好了，泡菜、糖蒜、现刨的羊肉卷儿、鲜切牛羊肉，这边是冻肉卷儿，各种常见的火锅涮品，常见涮品。啊，这个冰激凌还挺漂亮，车厘子在这儿拿。那边冰柜里是可以领高价位的和牛啊，这边鲜切牛羊肉已经补上了，我们的东西已经拿了一桌了，然后现在付钱已经12分钟了，锅底没上，这些是它的酒水饮料，这个是它的调料区。很高兴又能够和瑞哥一起吃了啊！上次我俩吃的就是涮肉，今天又是涮肉。但是他们家还有这个生蚝，还有车厘子。我现在好紧张，他说2个小时限时，那他锅上的那么慢。咱们今天这个抓紧时间啊，然后它东西看着是挺好的，不过反正给我的第一印象不是特别好，你觉得呢？我觉得就是他在拖延我的时间。这是一方面啊，锅用了13分钟才给端上来。价位分为2个价位，一个是79.8块，一个是109.8块。但是啊，它除了这个基础的价位之后，哎，您好您好，它除了基础的客单价之外，还有每个人8块钱的小料费，还有这个锅底费。一个清汤锅底它敢要20块钱啊，然后你要双拼的话就得是35，因为它这个辣锅是35，这个锅底一下就把人均拉高了好多。但是今天时间紧迫，咱先开吃吧。来，咱们下肉吧。高价位的雪花牛肉，需要凭这个手环兑换。然后他每次限取2盘，就是你跟他说你有同伴，他也不放。他就是要求你自己过去。这雪花牛肉下清汤锅。哦，这个有点窄呀，这个。对，铜锅都是这样。水少的情况下，里边又是炭火，锅的火力足。老北京吃涮羊肉的时候，它是当时物资比较匮乏，所以它是一片一片涮，这样保证每一片涮的时候秒烫即熟。这个铜锅是不适合一下下一堆的。瑞哥已经变身成功啊！扎头发准备吃饭。我的肉好像老了。涮和牛，你吃过涮和牛吗？寿喜烧里不是经常有涮和牛吗？我就只在日式的那种寿喜烧里见到过涮和牛。对，主要这个怎么说？这和牛跟这个清汤锅底跟这牛骨汤确实不是很搭配。三踏我觉得不太好，挺一般的。加点常规的冻羊肉卷，肉质还可以，但确实是这个清汤锅里煮出来有点一般。这个大家真的要跟我们学啊，一定要拿一个盘子晾它。对，稍微的晾一下。他家这麻酱是已经调过味儿的啊，我吃的是味道还是挺不错的。然后根据个人口味就多加了一点点的醋。干一口。来。这羊肉很香啊！有鲜切的不？有，咱们找个鲜切羊肉。找点鲜切羊肉。这鲜切羊肉倒是确实是，也没看着它切，但是确实是鲜羊肉。其实像是这个漏勺就很多余，你根本蒯不上来。铜锅你想用漏勺的话，要不然这个锅具宽一点，要不然就特制的一种那种窄的漏勺。鲜切羊肉。闻着这羊味还不错啊，食材相当的 nice 啊，非常 nice。别拿冻肉了，真的别拿了，全拿鲜切羊吧，它比刚才那和牛都好吃，甚至我觉得比咱俩上次吃那个都要好一点。
咱俩冷落了那个辣的地方，一会儿再吃辣的。咱好像没拿适合涮辣锅的东西啊。是，就拿了一点点。而且生蚝看着就挺好，其实。生蚝看着就很肥美，很饱满啊。教大家一个小诀窍，就是肉没好的时候，可以拿其他东西先垫一垫，节省你吃饭的时间。刚炸出来的时候好吃，现在有点凉了。凉了。我一般喜欢放辣锅再稍微热一下。热一下啊。虽然能感觉出来是这品质，炸货品质不错，但是保温差了点。我觉得大家来可以先可着牛羊肉和这个生蚝吃。瑞哥拿水去了，先帮他加点肉。我这边也来点，这个锅里就尽量别让它空着。他们家还有那个原浆的拉格，给大家尝尝看这酒能不能喝。未成年人不要喝酒啊。哎，还行哎，可以。可以是吧？艾尔和拉格我都挺喜欢的，但是他们家艾尔挺好的，是那种淡色艾尔，不苦。如果特别喜欢苦味的双倍的那种就别拿了。虽然听得不是很明白啊，但是感觉很厉害的样子。南门涮肉东来顺，吃的都战战兢兢，一筷子下去88没了。是吃不过瘾啊，而且你像反而是南方先有的涮羊肉自助。有车厘子就够了啊。尝一个。果肉非常饱满啊。味道不是特别的甜，但是新鲜的车厘子。我也不太懂这个3沟和5沟的标准，但是它确实是从那个3沟那个智利的那个箱子里赶紧往外拿的。车厘子为什么那么贵啊？我们辽宁大连就产这个东西。反正自从这个车厘子和樱桃被区分开之后，这车厘子价格就一路飙升。我也好多年没买过樱桃了。这会儿这现切羊肉，我们拿了能有10几盘，全没了，确实好。咱再拿点。我必须跟大家吐槽一句啊，因为我们2个小时的紧密时间，刚才程飞老师去取第2轮肉的时候，拿出了马拉松冲刺的速度，唰就没了。先拿了一段，咱们先吃着啊，自己夹，我不管你了啊。这羊肉多是先切啊，也是这个放在冷藏柜里拿出来的，但是还是比那个切成片的卷的要好吃，比冻肉要好。这生蚝确实相当的肥啊。他们这儿有那个海鲜汁儿，就是你们如果喜欢吃海鲜汁儿和辣芥末的，其实可以蘸一点。个头大，吃的相当过瘾。要哪个？都要。刚刚发现啊，它这边还有这个现烤的烤肉，有鸡翅、鸡腿儿，还有羊腿。它直接炭火上烤，对，还热着呢。好多汁啊！非常好，一定得拿它。哇，真的好。哇，这鸡翅好嫩，好肥啊！这比我自己烤的好吃多了。它烤的这个火候好，你看，鸡翅烤到一个就是鸡肉熟了，但是还有一点点靠骨的地方还有一点点血。非常好，我喜欢。他这要是那块烤肉师傅的数量足够，光来这光吃烤肉都值了。就是他现在只有可能一个人烤肉，一个人分肉，这个肯定是供应不过来。哎，大块鸡腿肉也过瘾。在吃到的东西上没有什么差别。对，食材是没问题的。然后这个服务上收盘子也非常的勤快，稍微就是让人吐槽2句的就是这个收费的模式。其实它就全标上120多一位，我觉得也还可以接受。但其实像天津现在有几家其他的鲜切羊肉，它这个人均是不到100的。但是不过它这是有加上这个车厘子。它不加车厘子的话是79.9，然后再加上锅底，再加上小料，差不多100。哇，好鲜，真的是好，特别好。我感觉光吃蚝的话，你多跑2趟，你能回本。对于别人来说，可能多跑2趟是比较辛苦，但是对于我跟飞哥来讲，多跑2趟只能让我们更饥饿。把吃的消耗了。真的是。
能不拿就别拿了，这个甜甜圈不是很好吃。看那个小蛋糕，看着就是那种廉价甜品啊。这就是那种批发的。对，几毛一个。吃肉啊，别吃这些东西。行，麻烦你。还有海鲜汁儿。好的生蚝配上这好的汁儿，更淡了。一会儿再多拿几个看看。大哥今天全程跑步，我知道他为什么要去练马拉松了。真的，我觉得你练马拉松练得非常有用。飞哥现在这个移动速度非常快，你这简直是闪现的，爽爽！真的好满呀！真的，它生蚝真的好。看看它这烧饼，烧饼咋样？烧饼一般，不是那种酥的掉渣儿的，现在有点死。没有那种老北京麻酱烧饼那种起层的那种感觉。随便拿了一点比较相对适合辣锅涮的东西啊，比如说这个鸡爪子、肥肠、腰片啊。但是我一开始看到是有脑花的，刚才过去看就没有啊。问他说让我得再等一会儿。他们家烤肉真的不错，然后刚才又新烤到了一个，尝尝这个大块的辣牛肉啊，这好方便，甚至不用自己。哦，好弹性。哦，好有嚼劲，真不错。就是辣度有点有点辣。稍微有点肉筋感有点足。刚才这个拿上来的时候就是冻得很瓷实的冻虾。这肉肉质还是很鲜美的，是吗？紧实有弹性，应该就是活着的时候速冻。但其实就是像我前几天在天津拍了一个不到60块钱的小火锅，它里边的冻虾也接近这个品质，所以就体现不出它的这个优势了哈。海鲜你们在他们家就吃生蚝的，生蚝真的超级棒。对，你看它这个虾，因为冻过所以不新鲜，它剥壳的时候就很难剥下来。我咋了？我都是连皮一起吃的，所以没有发现这个问题。活虾剥壳就很快。就是因为懒得剥皮，所以就养成了吃虾皮的习惯。还行，没有那么差。看看他家这个虾滑，一整个虾滑就这2个丸子。还有整块明显的虾肉，很弹，因为它这里面是放了大部分是以虾为主体，然后淀粉为辅，含虾量非常高。这要是100元以下自助，这虾滑就太无敌了。他们家今天一个生蚝，然后一个烤肉，然后还有一个鲜切羊肉，我现在印象非常深刻。不用买那个100几的那个卡，买79的，79块8就可以了。多加1两卡车厘子不止那20多块钱。反而影响吃别的东西，而且就是这个和牛，它确实跟这个涮锅子它不太搭配啊。有没有爱吃鸡翅的小伙伴？这鸡翅真绝。那鸡翅真的好牛。根儿就能叼出来，拿它。涮了点辣锅的东西，咱看看它这个辣锅的食材好不好。腰片很弹的。尝一下这个小酥肉，这煮了1年了，这小酥肉。忘了。牛肉好吃。牛肉丸。但我个人观点啊，觉得不加那个辣锅也无妨。刚才吃的是牛肉丸啊，不是那种高牛肉的潮汕牛肉丸，反正也有一定含肉量，不是那种廉价10几块1斤的淀粉丸子。肥肠。响铃很好吃，尝尝这个鸡爪子。这肥肠好 Q 弹啊！
响铃卷吸满了汤汁儿。鸡爪，拿它。响铃卷里边吸了太多辣油了。就这种东西，它炸完之后，它疏松多孔，它肯定是吸辣的。这肉倒是一嗦就掉了，但是还是炖的还不够脱骨。对，它这如果真的纯清汤锅，咱们就要一个清汤锅，它会便宜点。20。20。那还能省15块钱。但是你说一个清汤锅20块钱，这跟打劫没区别。感觉更不值。你是不是都没吃着这肉？是啊。你看再拿点什么？我再去拿点烤肉，我爱吃他们家烤肉，然后我再去搞点面，再找一点花生仁。我再拿点肉吧。现在有这个脑花和这个牛蛙了。我真的好想尝一只鲜的，就是只有生吃，其实才能知道这个蚝究竟好不好。但对我来说，就是再好的生蚝，我生着吃我也吃不惯。超好吃，根本不用煮，甜兮兮的，绝了呀！就是那种完完全全的甜口冰淇淋的感觉。但是肠胃不好的小伙伴就还是别这么吃啊！别这么吃，咱俩今天生蚝能吃了有10几只，将近20只。所以你说现在这个时代多好！我们刚才在进门的时候看到他那个1973年，就是一片一片羊肉往里下，然后大家舍不得吃，一个家庭就吃10几片。那会儿吃一片肉，完了之后咬一口糖蒜，还美名其曰解腻。刚才说到糖蒜，突然馋了，尝一口。给我也来一半。有点咸。我们东北管这个叫糖醋蒜，分白醋的和陈醋的腌的2种都有。北京一般是吃白糖蒜的，白醋的，但是这咸度有点大。好咸。给大家拌了一下他们这儿的面啊，他们这儿主食不算多，有刚才那个飞哥拿那个麻酱烧饼，不太行。然后我拌了一个麻酱面，这个就用一点点麻酱，然后放醋，然后放一点点糖，然后再加上我自己个人喜欢吃的花生碎，尝尝它这面怎么样？非常好吃。他家牛蛙就是全都切成碎块了啊，它应该是冻过的这种。看一下。哦，肉好像不够弹，就是它的完全没有那种鲜牛蛙的那种紧实的那种。对，他家牛蛙是比较一般了。别拿了，别拿了，不好吃。我在这儿吃个脑花，酱不够了，冲点酱去。裹满了芝麻酱的大脑花。这爱吃的肯定会爱吃啊，不爱吃就看着可能就接受不了。一会儿搞点冰淇淋。好。它这冰淇淋看着很诱人。吃这个羊肉吃到后期，你看这上面已经糊着这厚厚的一层油了。这个时候需要什么？需要来点水果，跟来点冰淇淋解解腻，然后再吃一顿。又开始开盲盒了。又别。猪五花这个是。你不经常去肯定还吃不全它这烤肉。这个烤牛肉、烤羊肉、烤鸡腿、烤鸡翅、烤猪五花，一定得吃上，这个超好吃。他家西瓜不太行啊，水囊囊的，没甜味儿。当然，现在毕竟也是1月份嘛，不是季节啊。看看它冰激凌，而且它的水平含奶量不足，到不了蒙牛、伊利这种级别，奶香味不足。不过它这个温度控的比较合适，没有明显的冰碴儿。我觉得在他们家解腻，不如去吃水果。对，你吃点车厘子啊、橙子啊，不香吗？60、70的自助有配这种冰激凌还是可以的，它这算上锅底就得100块钱了。这2碗冰淇淋就算是咱们帮大家踩个坑吧，很
觉得他们家在你心中拿菜的优先级是什么？鲜切羊肉、生蚝，那个烤肉，就是故宫的方向就这仨。我觉得那个噱头很高的那个肥牛、和牛，我觉得不好吃，因为那确实跟这铜锅不搭配。要想省点钱的小伙伴，其实这个车厘子也没有特别好，也不是必须的，就大家完全可以团那个79.9块的那个。对，然后这是他家的食材，整体上都是很 OK 的。然后目前是有5个食材不太好，芝麻烧饼、那些小蛋糕、小甜品、糖蒜、咸蒜，然后牛蛙以及这个冰激凌，这几个是相对差一些，远远对不起价位的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原本的片尾好像是没有录上，然后只能是咱们单录一个了啊！感谢您的观看，希望我的视频能够给您带来好的胃口。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